見蛇叔早排成日玩 Desk Mini， 就知我中意玩細機仔。不過 Mini PC 咁多年俾人印象都係細部慳位，但效能廢。基本上一般 gamer 都唔會考慮用嚟打機。不過今日要介紹嘅 Zotac ZBox Menace One 就可能有啲唔同。雖然佢體積唔算非常之 mini， 但入邊就包埋一張 RTX 3070嘅顯示卡，配埋10代 Core i7 嘅 CPU， 最起碼都推得喐隻 Cyberpunk 2077。唔信唔緊要，就等我同大家試試先。呢部 ZBox Menace One 體積比一般 ITX 機箱更細，正面簡簡單單，有啲前置 USB、SD card reader 等等。背面就會睇到佢特別嘅地方。第一就係佢好似坊間嘅 A4 ITX 箱咁，有左右分區。第二係佢將 RTX 3070係標準 desktop 版本，背面有齊3個 DP 同埋1個 HDMI 嘅輸出。第三就係佢唔係用外置或者 SFX 規格嘅火牛，而係用針對 Mini PC 或者 NUC 而設嘅 Flash ATX 火牛。有留意 ZBox 嘅 Mini PC 都知道有分 Bare Bone 同埋套裝連 Windows 兩個版本，所以設計上咧佢一定係易裝易拆。咁就等我哋跑分之前拆開佢睇下先。咁其實拆佢咧嘅方法咧就好簡單嘅啫。咁首先咧就鬆開2粒手拎嘅螺絲。咁之後咧佢頂部有個提示嘅 push， 咁我哋就用力推一推啦。咁咧個頂咧就會成個褪咗出嚟噶啦。咁之後咧就可以好輕鬆拎走2塊側板。裡面可以清楚見到 CPU 散熱器、2條 SODIMM 嘅記憶體插槽、2組 M.2 插槽同埋1個 SATA 2.5寸位置。另一邊就係 Zotac GeForce RTX 3070嘅 Twin Edge， 可以見到佢緊緊 fit 得落機箱入邊。起初以為佢會用 Riser Cable 將顯示卡放到背面，但睇真啲，原來佢係用模組化嘅 PCB 嚟連接，而內部嘅對流就係靠頂部2把風扇。由於頂蓋會成個拆得出嚟，所以佢係會用主機板接點通電，咁就唔驚拆出嚟嗰陣啲電線會阻住晒。今次借嚟嘅 ZBox Menace One 係套裝版本，會包埋16GB RAM、500GB 嘅 M.2、1TB 嘅 Hard Disk 同埋預載埋 Windows 10嘅 Home 版本。效能方面，我哋會揾一台 desktop 用翻10700同埋 Zotac 嘅 RTX 3070 Twin Edge 做比較。3D Mark 成績顯示 Menace One 嘅表現同 desktop 相當接近。咁多項結果裏面，差異最多有9%，原因都離唔開 RAM 單通道同埋散熱。所以我哋就喺 Menace One 行一次全速風扇。Firestrike Extreme 同埋 Ultra 嘅成績就反超前 desktop， 但係 Time Spy 就依然落後。遊戲我哋就試咗 Watch Dogs Legion同埋 Cyberpunk 2077。Watch Dogs Legion 喺2K 解像度同埋 Ultra 畫質，平均有61 FPS。至於 Cyberpunk 2077開到最高 Ray Tracing Ultra， 平均就有52 FPS。如果表現同 desktop 相比，成績其實唔差好遠，大約有8%。如果好似頭先 3D Mark 咁開全速風扇，咁差距就可以收窄到得返3%。雖然 ZBox Menace One 效能同 desktop 差唔多，不過大家最 concern 嘅就係佢咁細部，佢個散熱靠唔靠得住呢？呢部分我哋就會用 AIDA64嘅穩定測試同埋 Firmware 去輔助 CPU 同埋 GPU。風扇自動模式下 ，CPU 同埋 GPU 分別錄得75同埋77度。換成全速模式 ，CPU 同埋 GPU 嘅溫度就會下降至66同埋70度。不過全速模式嘅噪音量就有近61分貝，平常嘅話大約只有53分貝，感覺同普通 desktop 差唔多。而系統功耗就最高錄得320W 左右，基本上預載嗰隻 FSP 500W 一定夠用。嚟到總結 ，Zotac 嘅 ZBox Menace One 係一部可以滿足 gamer 嘅 Mini PC， 搭載咗 RTX 3070嘅顯示卡同埋10代 Core i7 嘅處理器，用嚟打機就算 Cyberpunk 2077都可以應付到。而且機箱體積細得嚟，拆開升級又夠方便。對於唔想煩要自己落手嘅 gamer 嚟講，算係一個捷徑嘅選擇。至於售價，佢嘅 Bare Bone 版大概係13000蚊左右。如果連埋 SSD、RAM、Hard Disk 同埋 Windows， 就大概係15000幾。當然呢個時候就會有人諗縮數，不如自己砌好過啦。買翻 i7-10700、ITX 嘅主機板同埋 RTX 3070，再買埋 CM 嘅火牛同埋 ITX 箱，埋單嘅價錢係大概11000蚊左右，同 Bare Bone 版嘅價錢大概相差2000蚊。不過體積上面 Menace One 就會再細一啲，